末日暴雨降临，我却最狠心爸妈关在地下室反省。随后，一场持续了2个月的大暴雨淹没了整座城市，我在地下室被活活淹死。爸妈却带着弟弟和那条狗逃回旧屋躲过一劫。再睁眼，我看到自己浑身挂满行李，站在新家大别墅门口。真是老天有眼，竟让我回到了末世降临之前。爸爸妈妈，哥哥身上比我的狗都脏，我不想要哥哥住这儿。哎呦，宝贝别担心，谁说让他住这儿了？这里没你的房间，你回旧屋住，30层空气好，对你身体也好。爸妈如上一世那般要将我赶回旧屋。上一世我崩溃大哭哀求留下，结果被爸妈锁进别墅地下室反省，落得惨死下场。死后灵魂飘回旧屋，才知道爸妈带着弟弟逃回旧屋躲过一劫。爸爸妈妈太好了，以后没有那个碍眼的哥哥，你们就只爱我一个人了。放心，阿阳，不管他在不在，我们都只爱你一个人。重生归来，我会囤好食物，焊死屋门，看着你们凄惨而去。好的，我马上回这屋，祝爸妈、弟弟还有狗狗在新别墅住得开心，过得幸福。爸妈和弟弟转身就走，丝毫没有再挽留我的意思。真晦气，走这么慢，害得我们大热天在外边晒。我抓紧了口袋里的旧屋钥匙。玩家太匆忙，你们光顾着带着弟弟和狗，只有我带着旧屋的钥匙。而且今晚会有一场诡异的大暴雨降，我足以摧毁整座别墅。我的30层旧屋反而是最安全的。当下我必须准备很多的物资。上一世在地下室，我饿得啃指甲，渴了喝脏水，那种绝望绝不能重演。打定了主意，我立刻赶往小区附近的超市。可惜我钱不多，只有偷偷存了好久的300块零花钱。这点钱买几箱泡面就没了。若暴雨真下了2个月，我活着也是忍饥挨饿。正忧虑，我妈给我打来电话。程峰，弟弟说客厅太热了，你现在马上去商场买台空调。如果半小时之内你弟没吹上空调，我就打死你。我看了一下短信，钱已经到了。好的，妈咪，我马上就去给弟弟买空调。我收下钱后，毫不犹豫地来到超市前台，将30300元全部充入购物卡。先来3把西瓜刀以及防狼喷雾、电击棒用来防身。暴雨期间会停水停电，应该优先拿能长时间储存并且直接食用的物资。先来一套方便面10箱，黄推水6箱，压缩干粮8盒，大牛肉干10包，自热食品200份。此外还得有美味的小零食，袋中鸡腿、鸭头、腊鱼等等。红薯、玉米、萝卜、苹果也不能放过，以及各种常用的药品也得备着。就这样，整整忙碌了一整天，我才将物资全部搬回旧屋。等一切搞定后，窗外的闪电如约划破黑夜。看着倾盆而下的大雨，我回想起前世淹死在地下室的惨状。我双手不停地抓挠铁门，直至指甲磨到出血。地下室的水已没过我的大腿。爸爸妈妈，积水了，积水了，放我出去吧！闭嘴，别把你弟弟吓哭了。这可是咱家新买的大别墅，这脏东西只配住在地下室里。这么大的雨进水不是很正常吗？你好好泡着吧。专家说了，这雨来得奇怪，说不定要下2个月呢。最好淹死你个烂东西！等到凌晨3、4点，整个地下室都快被淹没了。我浑身湿漉漉，雨水已经爬到了我的胸口。我呼吸困难，奋力拍打铁门，一遍遍喊着救命。好在这时传来了爸爸的声音：“小峰，旧屋的钥匙你带着吗？快给我！”好的，我这就给您找。情急之下，我没有多想，艰难地从口袋里掏出旧屋钥匙，直接向外递去。我爸一把接过，大声道：“老婆，抓紧小弟，我们回旧屋先。这雨太奇怪了，可别真下2个月。”见他扭头就走，我愣在水中痛哭大喊：“爸，开门啊！”水压着太重了，开不了一点。我爸头也不回，甚至都不尝试一下。铁窗很快被淹没了，我扑倒在水中，伴随着水位越来越高，再也无法呼吸。被淹死的滋味可真是太难受了。如今我重生归来，食物充足，你们别想踏进这里半步。随即将所有门窗都封死加固，但我总觉得还不保险，于是我将家里的水桶全部装满清水，堵在了门口。幸好我家是顶层，曾经有一段时间水压不够，爸妈买了2个大水桶，我泡进去洗澡都行。这2个大水桶外加其余3个小水桶全部堵在门口。一般人开了锁也推不开门的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终于放松下来。偏偏我妈给我打来电话，我闭着眼懒散接听。我妈破口大骂：“程峰，你死哪去了？让你买空调你没买，没用的东西！你弟弟都快热死了，空调呢？现在又下雨了，谁送空调过来？”妈妈显然气炸了，毕竟我没买空调，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。我看了一眼外面越下越大的暴雨，你笑什么？神经病吗？我问你空调呢？哼，你越暴躁，我就越不说话。程峰，你想死是不是？聋了吗？我爸抢过电话，满满的威胁和煞气。若是以前，我隔着手机都能吓得发抖，可现在我这帕金森治好了。你们别急，弟弟热死了，就不需要空调了。我柔和地给出了意见。对面寂静无声，我爸显然愣住了。
随后他尖锐厉吼：“程峰，你说什么？”我啪的挂了电话，站起来要洗澡。这次我要看着你们3个人跪着求我。这个热水澡我洗了足足1个小时，真是如此惬意过呀！以前洗澡但凡超过10分钟，爸妈必定会骂我浪费水，甚至不允许我用热水。洗完澡，我神清气爽，看一眼外面，整个世界快要被雨水淹没了。我打开一盒自热食物，配上鸡腿、腊鱼饱餐起来。手机又响了，是家里群里的消息，弟弟在发消息。好大的雨，爸爸妈妈，我有点怕，你们能来我房间吗？乖儿子，别怕，我们这就过去。爸妈随叫随到，立刻去陪伴了。很快，弟弟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是他们一家3口抱着狗在卧室的自拍。才搬进别墅就下暴雨，倒霉了。好在有爸妈陪伴，开心。可他发了朋友圈还不算，又在群里故意艾特我。哥，你在哪里啊？怕不怕呀？听说你想热死我，就不用买空调了。你那么恨我呀？懒得理你。我的鸡腿可真香啊！见我没回话，弟弟继续问我。哥，我有爸妈陪着都好怕，你一个人在旧屋，一定更害怕吧？我这会儿炫完了，将垃圾收拾好，打包丢进了弟弟原先的房间里。我特意拍了个照片发群里，表明垃圾丢在了弟弟的房间。弟弟当场发狂：“你干什么？垃圾往我房间丢！”下雨没法处理啊，先用你房间堆着，免得在外面臭到我。弟弟立马给我打视频，可我不接。片刻后，我发语音怒吼：“程峰，你想死是不是？你怎么敢把垃圾往弟弟房间丢？你个神经病！立刻帮弟弟把房间打扫干净，不然我打死你！”嘻嘻，我回了个表情，然后关机丢到一边。这夜，我聆听着电闪雷鸣，睡得前所未有的香甜。等我睡醒，天依旧暗沉沉的，暴雨仍不停歇。我一打开手机，就看到了老爸老妈数十个未接电话。显然跟上一世一样，他们半夜发现不对劲，连夜赶回旧屋了。给我打的这些电话，都是为了让我开门吧？随即我冷笑着走向门口，听见他们的说话声。程峰不在家，他把我们气坏了，估计怕我们找他算账，所以连夜躲起来了。弟弟嘶哑凄苦的开口：“怎么办？我好累，好饿，快打开门呐！”我们都没有钥匙，现在下暴雨也找不到开锁匠的。乖儿子别急，有爸爸在呢。弟弟一边哭一边骂我：“都怪程峰那个废物，竟然不把钥匙留在别墅，我要打断他的手！”好好好，打断程峰的手。此时暴雨突然小了起来，天色亮堂了一些。我爸大喜过望：“雨要停了，走，回别墅去。”我就说嘛，这雨怎么可能下2个月呢？还要打断我的手？哼，你们恐怕不知道的是，自己这是放弃了唯一生存的机会。若留在居民楼里，完全可以避免被水淹，而且居民楼里人多，总能跑到吃的。但你们偏偏选择回去住别墅。果然，他们刚一到家，雨又下了起来。本地官方发出了预警，建江河暴涨已经快漫出河堤了。建江河距离我们小区不过1000米。此外，物业也发出预警，说停电是因为地下车库电路断了，有些地方在漏电，大家千万不要涉水。漏电了，谁还敢涉水？果然，我爸在群里发语音：“老婆，你先带儿子去3楼，别下1楼碰水，鬼知道哪里有电。”哎呀，烦死了！这雨什么时候停啊？我想给儿子煮个面都不行了。随后，他们一家3口又开始对我口诛笔伐。我不出声，开始做午饭。等吃饱喝足后，我又趴在阳台啃起了苹果。此时暴雨已经失控，小区下面所有道路完全被淹没，就连广场的长颈鹿雕塑都被淹了半截腿，这说明小区的雨水至少半米深了。第5天，长颈鹿的腿被淹没了。第7天，长颈鹿的脚被淹没了。也是这一天，一场洪流从建江河的方向席卷而来，整个小区惊恐万分，很多人在喊：“建江河决堤了吗？再往高处跑！”到处都是水，一切都开始失去秩序，得赶紧检查一下防盗门。发现没有丝毫问题，我安心地躺在了沙发上，手机仍有信号。家人群里沉寂了数日后有了消息：我找到充电宝充电了，你们什么情况？我被困在2楼阳台，客厅好像也漏电了，我不敢动。老公，我们在阁楼躲着，幸好把面条带上来了，干吃着饿不死。你怎么样？我捡到了一捆烂香蕉，水上飘过来的，就靠它了。爸爸，我好饿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快去找吃的给我。乖儿子，不哭啊！我看到对面别墅有人了，我待会儿求点吃的。吃的还用求吗？不是张嘴就有吗？你们看这热腾腾的自热火锅，明火好的大鸡翅，香甜的可乐，红脆的苹果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啊！程峰，你个混蛋，哪里找的食物？立刻给我送来！程峰，你在旧屋？上次怎么不开门？你想死是不是？家人们，简简单单吃个小火锅啊，
记得点赞哦。见我如此嚣张，弟弟和我妈更加暴躁，一条条极限60秒的语音不断轰炸，可我一条不听。倒是我爸发了文字：程峰，现在到处都淹了，建江河也决堤了，你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出门，知道吗？还得是公司高管啊。我爸这驭人之术真是手到擒来。还记得3年前他住院2个月，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，累得差点吐血，妈妈还骂我不懂事，让当时的我心如死灰。刚决定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时，他突然抱了我一下。程峰，谢谢你的照顾，爸爸还是很感激你的。当时我瞬间痛哭流涕，觉得受到了关注，所有怨气烟消云散，我再也不离家出走了，继续当起了任劳任怨的奴隶。如今想来，我爸真是厉害，他轻易的就化解了我的怨气，而我还不自知。我起了鸡皮疙瘩，看着我爸关心的话语，前所未有的恶心。我当然不会出门，是你们逼我回救无助的，我哪儿也不去哦。不出门就好，爸爸真怕你出事了。对了，我们别墅区的业主打算自救，有人有皮艇，我看见了。你一个人住在旧屋，我们还是不放心的。我们会找机会坐上皮艇去旧屋找你。你要开门啊！看吧，黄鼠狼露出尾巴了。我正要臭骂他一顿，不料我妈也突然性情大变，柔声柔气的关心我：程峰啊，这么奇怪的暴雨太危险了，一家人在一起才能相互照应，你千万不要出事儿啊！就连弟弟都发了个笑脸。哥哥，等我们哦，一家人团圆，我们都不会有事的。不是，谁跟你一家人了？我嘴角勾起了冷笑，盘算了起来。如果他们真的找到了皮艇，要回来还是很容易的。即使涉水不是问题，食物才是。而饥饿会不断占据理智，甚至要不了多久，居民楼里会引发更可怕的事情。而他们如果回来宣扬我有食物，大概率会给我带来危险。不过，只要我能证明自己的安全，那危险的就是他们了。反正无法阻止，那还不如给他们来一手狠的。你们真好，快回来吧，我随时给你们开门。我画下大饼，爱你儿子，等我们哦。哼，当然得等，等着看你们凄惨的样子。约定好后，网络彻底断了，这一下停水、停电、停网，整座城市显然已经崩溃了。而距离雨停还有1个多月，救援力量根本进不来，而这种水深冲锋舟进来都费劲，更别提物资投放了。但这事要是跟别人说，肯定没人信。真正的炼狱开始了。我转身回到屋内，借着闪电的光芒，重新清点了一遍物资。堆积如山的自热食品，成箱的矿泉水，满地的红薯萝卜，以及各种小零食。这些东西足够我一人活半年了。随即我拧开一瓶可乐，气泡在舌尖炸裂的感觉让我感到无比安心。但我没有大意，我又走到了阳台看了隔壁。爸妈和弟弟如果还没嘎，回来就安排他们住在隔壁。隔壁是毛坯房，一直没卖出去，连防盗门都没装。2家阳台靠得挺近的，但隔着承重墙和防盗网，人要爬过来是不现实的。但是如果要用棍子递送物资，却是完全可行的。到时候我再转移目标，让整栋楼几百双饿得发绿的眼睛盯向他们，下场可想而知。我摸了摸下巴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3日后的正午，暴雨竟然再次诡异的停歇了，只剩下淅淅沥沥的小雨。这种假停给人们虚假的希望。楼里很多饿得头昏眼花的居民纷纷挤到窗边和楼道口，眼巴巴地望着外面，盼着那根本不存在的救援。来人了，来人了！不是军人啊，别墅区的人，呸！我抱着双手瞅了瞅，这不就是我那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吗？他们也是厉害，短短3天就把皮艇搞到手了。虽然看起来狼狈不堪，但那股子劫后余生的狂喜，隔着老远就能感受到。尤其是弟弟，一边划水一边抹眼泪，嘴里似乎还叼着一只狗腿。当他们把皮艇拴在已经淹没到10楼的楼梯扶手上，爬进居民楼时，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。喂，你们从哪儿来的？有没有带吃的？船上有没有物资啊？分点给我们吧，我家孩子快饿死了。一群人围了上去，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。我爸妈自然没有食物，他们唯一的财产就是那艘皮划艇。为了摆脱纠缠，我爸指了指楼上，让开，都让开！我儿子在30楼，他是这一片最有钱的，家里囤满了吃的，我们要去找他拿吃的。谁拦着我跟谁急！这一嗓子直接把祸水引到了我头上。不少饿疯了的邻居一听，眼睛都亮了，纷纷跟在他们屁股后头，浩浩荡荡的朝着30层爬来。很快拍门声响起，我爸用尽全力拍门。程峰，爸爸来了，快开门啊！他上气不接下气，感觉随时要饿死过去。这次就不装不在家了，陪你们好好玩玩。我飞快跑过去，抓着门把手假意扭动，并且带上了哭腔。爸妈，门锁坏了，我试了好多次都打不开。什么打不开？你敢程峰啊，你多试试，可能是水汽太重腐蚀了，多试试。
我爸强忍着怒火，我妈催促：“程峰，快开门！你弟弟发烧了，我记得家里有退烧药的。”我在时啊，我也着急，这破锁怎么回事啊？我一边假哭，一边用手指在门板上毫无节奏的刮擦，制造出一种努力开锁的假象。程峰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。弟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哥哥？我真的在用力了。你个废物东西，要你有什么用？说完，他就用力撞门，可加固后的门纹丝不动，反而撞得他肩膀痛。妈妈也帮忙撞门，发现也撞不开后，便怒声道：“程峰，你给我再试试，给我打开！”就是打不开呀。此时外面围着不少邻居街坊，于是我主动拉他们入局。叔叔阿姨们，我家有吃的，你们一起撞门试试，把锁撞松一点。这句话就像一颗炸雷扔进了鱼塘，原本还在观望的人群瞬间沸腾了。有吃的，小林，这可是你说的呀！大家一起上，为了吃的，把门卸了都行。一时间，外面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撞击声和号子声。1、2，撞！1、2，撞！可高层加固防盗大铁门会惩罚每一个人的肩膀。哎呦，我的胳膊！这门是焊死的吗？这根本撞不动，里面是不是顶了东西？大伙纷纷喊痛，热情瞬间冷却了一半。我见状急得再次假哭起来。怎么办啊？门真的卡死了。程峰，你这是一点用没有，我都快饿死了，又发烧，你偏偏打不开门，你就是个扫把星！我爸看见宝贝儿子这样受罪，顿时心疼不已，隔着门给我下了死命令：程峰，我再给你1分钟，打不开门，我就废了你！真是搞笑，一辈子都喜欢以威压人，从来不管客观事实，现在隔着这道钢铁防线，依旧像个笑话。真的打不开，原本还能拧动一点点的，刚才大家一撞，索性好像彻底变形卡死了，完全拧不动了。都怪你们乱撞！我这倒打一耙一出，外面还在尝试的2个邻居吓得立马缩回了手。别撞了，别撞了，越撞越打不开，到时候谁都吃不着。算了算了，这门邪门的很，别把骨头撞断了。不少邻居鸟语花香的抬脚离开，他们本来就是想来捡漏，现在看没希望，不愿意在这里浪费宝贵的体力。第一波危机，新的危机又来了，爸妈弟弟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弃。我们可以去隔壁房间，通过阳台让程峰递送吃的给我们。隔壁3002房一直没有卖出去，连防盗门都没装。我以前受委屈的时候就喜欢进去藏着，而弟弟最喜欢在家里阳台喊我：“亲爱的哥哥，快过来，我给你送吃的了。”他在3001房的阳台用一根棍子绑着吃的东西伸过来给我，我伸手去接，他会突然把棍子收回去。哥哥，我逗你玩的了。阳台是我的梦，也是他的游乐场。他太熟悉2家阳台了，所以我这会儿开不了门，他立刻想到了阳台。爸妈一听大喜过望，连忙催促：“程峰，带食物去阳台，想办法送过来。”他们拉着弟弟小跑去隔壁阳台，众邻居们见状纷纷跟上。很快，隔壁阳台上闹哄哄的一片，10几个人挤在阳台上往我这边看，后边还有一群人挤不进来，他们像一群伸长脖子的鹅。里面有不少熟面孔，包括3003房的王婶、2901房的赵大爷。看见他们，我一直警戒的心松了些许。其实我这些年有过快乐，比如被打的时候，王婶会过来求情，让我爸别打我了。赵大爷家种了西瓜，偶尔会送西瓜给我家吃。见我一个人在家的话，他会让我开一个偷偷吃了，免得我爸妈回来没我份了。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会让我开心很久。或许我只要引导一下，这些邻居就不会陷入极端了，我就能规避潜在危险了。程峰，你看什么？赶紧递吃的过来呀！我爸嫌我磨叽，伸长脑袋呵斥。我妈一边吞口水，一边摸着弟弟的脑袋。退烧药也快送来，你弟弟高烧2天了。弟弟满脸异样的红润，看着就没有精气神。不过面对我，他有的是力气。他指了指我这边的晾衣架。程峰用那个，快送吃的可不裸分，立刻马上。好的，等着。我去搬了一箱面包和一箱矿泉水出来。一群人看见后，眼睛都要绿了，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口水直流，他们饿疯了。弟弟回光返照一样大叫：“哇，给我！”他伸长手，任由雨水冲刷。我将一包方便面绑在晾衣架上，伸出去，一棍子敲在弟弟手上。他的手臂又细又嫩，被我一棍子敲肿了，痛得尖嚎。你干什么？程峰，你疯了不成？你打弟弟干什么？他不排队呀。爸妈，你们看看，这么多邻居叔叔阿姨都在这里看着呢。方便面和矿泉水都只有这一箱，大家都要吃饭，
凭什么让他先拿？大家听好了，现在的物资是救命用的，必须守规矩。家里有老人、孕妇和小孩的优先，插队的人一律没有。这一番话瞬间把我从不孝子变成了公义的化身。小林说的对，凭什么你家全占了？就是我们要排队。其实这个时候虽然很多人恶得不轻，但还没有彻底暴露人心的恶。只要有人站出来建立规则，大家就会下意识的遵守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狠狠孤立我那相亲相爱的一家子。小峰啊，谢谢你，我妈妈本来就身子虚，又饿了好几天了，能不能给我一袋面包啊？王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疯狂往前挤，而是站在角落里。我二话不说，重新绑好一包面，稳稳地递了过去。王婶接着，这是给您妈妈的，大家别抢，人人有份。众人忍住了伸手的欲望，纷纷让给王婶。我心里一松，大家还很理智，值得引导。不料我妈突然探身抢过面包，紧紧抓在怀里。这是我家的面包，我不给别人，你们滚开！她死命护住面包，一脸凶神恶煞。弟弟也跟着大叫：这是我家的面包，你们起开啊！这是小峰给王婶的，你怎么不讲理？程峰这小子要当好人，我不当。面包是我家的，我看谁敢抢。我爸仗着自己人高马大，平日里豪横惯了，可他忘了现在不是平时，谁惯着他？几名大汉凶神恶煞的挤了过来。你嚣张什么呢？平日里天天打程峰，谁不知道你偏心？现在又说程峰是你儿子了。我儿子想打就打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我爸依旧嚣张，有邻居受不了了，推了他一下。程峰那里有1箱面包，你们至于抢这1包吗？既然程峰想分给你们，那你们就找他要好了。我妈这招祸水东引丸的争溜，她趁着居民看向我时，直接乱拉着我爸抱着弟弟，一家3口就像老鼠一样缩到了阳台最角落，撕开包装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了面包。小峰，众人都看着我，我叹了口气，把那箱方便面抱了起来，作势要回屋。既然我爸妈这么霸道，那就算了。为了防止大家打架，这面我不分了。别呀，别呀，小林，别呀，小林，小峰，别走啊！看见没？让你们帮他说话，他就是个自私鬼，他不分了。知道我们为什么打他了吧？他就是个贱人，故意耍你们呢。我哥骨子里很坏的，别被他骗了。看着一家3口拙劣的表演，我冷笑一声。随后我转身进屋，提着一个大袋子又出来了。刚才那是逗你们玩的，看，这是什么？我从袋子里拿出了10份热气腾腾的自热盒饭，一大包真空包装的5香牛肉干，还有整整1盆洗得干干净净的生红薯。自热米饭，牛肉。那一刻，整个阳台只有吞口水的声音。程峰，你这么多，小峰啊，这些东西可别乱给外人呐，爸妈帮你收着。哥哥，我要吃自热盒饭，那个有肉的给我，快给我！除了我爸妈和弟弟，其余人都能分这些食物。不为别的，就为了感谢大家平日里对我的关照。赵大爷，麻烦您来主持分配，10份盒饭给老人孩子，牛肉干和红薯每人1份。好，小峰啊，大爷真没看错你，我来分，谁敢抢我跟谁拼命！我开始用晾衣杆源源不断的输送物资，红薯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，落入那些感激涕零的邻居手中。看着爸妈和弟弟那副气得要吐血又无计可施的样子，这吃的送的真值。而且我分食物有2个打算，一是报恩，因为邻居中的确不少人对我很好，能让我感受到一丝温情；二是防止骚乱，毕竟我现在是焦点了，大家都知道我家里有食物，一旦极端情况发生，那很多人会失去理智，我绝对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即便他们突破不了我的家门，可2个月后生活回归正常，我又该何去何从呢？所以真的没必要与世隔绝，坐看他人苦难，又不是真的世界末日了。当然，我很乐意坐看家人苦难。一时间大家喜气洋洋，笑声不断，仿佛外面的暴雨已经停了。一群人也相继离开。王婶最后走，她递给我一根棒棒糖，不好意思解释：小峰，我一直舍不得吃，给你了。谢谢。我剥开糖纸含在嘴里，甜味在口腔蔓延。此时就剩下我爸妈和弟弟了。我爸因为刚才大家群情激昂不敢插手，但现在人走了，他立马就对我吼道：你个败家东西，这么多食物全分了，你脑子有病是不是？就是，哪怕是趁机高价卖给他们也行啊，一个红薯卖100块都有人抢着买，你饭桶！快给我部落饭，你管别人干什么？我是你弟弟，我要要！这个时候是我弟弟了，
之前不是还要打断我的手吗？我冷漠地转身进屋。程峰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他们在隔壁疯狂咒骂，用身体撞墙去踹防盗门，但我理都不理。3是23，世界真清静啊！第二天一早，我一起床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阳台。好儿子，我们错了，给点吃的好吗？儿子啊，你出来，我们其实很爱你，真的，我们昨天是饿昏头了。哥哥，我错了，我以前不敢欺负你，救救我吧！我要药，我头好痛。就在这时，王婶扶着一个大着肚子的孕妇走了过来，那是住在28楼的秦老师，我的小学语文老师。小峰啊，秦老师发高烧了，她老公困在电视台回不来，她怀着孕不敢乱吃药。听说你这儿有儿童退烧药或者布洛芬。程峰，万分抱歉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肚子里的孩子可能有事。我二话不说，转身回屋拿了一整瓶布洛芬。秦老师，给，这副作用小一点。我将药瓶绑在棍子上递过去，秦老师伸手去接，眼看就要拿到，原本躺在地上的弟弟猛地窜了起来，一把抢过药瓶，死死抓在手里。程峰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是你弟弟，你不救我，你就跟外人做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抢孕妇的药啊？快还回来！王婶伸手去夺，我爸妈见状，护犊子的本能爆发，一脚踹在王婶肚子上，把王婶踹了个仰倒。谁敢抢我儿子的药？布洛芬是我家的，是我的。弟弟挣扎期间，不小心碰了一下秦老师。住手！秦老师一个踉跄，意外摔倒在地。王婶，快叫人！秦老师流血了。来人啊！快来人啊！这家人打孕妇了！这一嗓子把整栋楼都喊醒了，不少人跑了过来，看见这一幕全都惊呆了。人群中冲出一个医生模样的邻居。不好，可能是胎盘早剥要早产了，大家帮忙挡一挡，我来接生。众人手忙脚乱地围成人墙，几个壮汉红着眼，死死盯着手里还紧紧攥着布洛芬的弟弟。快把药抢回来！秦老师还发着高烧呢。布洛芬是我的，我的！谁过来我咬谁！弟弟拧开瓶盖就要往嘴里倒，几个壮汉再也忍不住了，冲上去就抢。我爸试图拦住，但这一次没人再惯着他。连孕妇都碰，你给我削他！一阵拳打脚踢，我爸几下就被打趴在地上。布洛芬被抢了回去，送到了医生手里。爸，那是我的药！别着急，儿子，爸爸缓一会就出去给你找药。我现在就要吃药，好难受啊，我快挺不住了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你找药。儿子，你再挺一挺，爸爸马上就回来。然而弟弟却觉得这样不稳妥，转头就扑到妈妈的怀里。妈妈，你不是最爱我了吗？你也出去给我找药吧。听着弟弟那恶毒的话语，看着那一地鸡毛的闹剧，我站在阳台上面无表情。一瓶布洛芬终于把你们虚伪的亲情遮羞布彻底撕碎了。所幸最后秦老师的孩子保住了，是个早产儿，能不能活下来看天意。那一晚，我给了秦老师10盒自热米饭和苹果。至于我那一家子，因为犯了众怒，彻底被孤立了。时间在饥饿和寒冷中变得粘稠，暴雨下了1个月，水漫到了15楼。1个半月后，这天清晨，我照例出来分发红薯，隔壁阳台传来一阵极其微弱的动静。我扭头一看，是我妈。程峰，救救我！没人肯给我吃的，求你给我一口吃的吧。你的好老公和宝贝儿子呢？你爸看见水里飘着个箱子，想去捞，结果皮艇翻了。哦，我心里没有太大的波动。那个男人早在上一世把我关进地下室里的时候，就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明明可以救我们，你那么多吃的，你却眼睁睁看着我们受难，你还是人吗？3年前家里起火，爸爸抱着弟弟，你抱着狗跑了出去，把我一人锁在屋里。要不是赵大爷踹开门，我已经烧成灰了。那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是不是人？有没有想过我也是你们的儿子？我是我眼睁睁看着你们嘎，还是你们上一世还有这一世都巴不得我嘎呢？别说了，我错了，是我们偏心，我们该嘎。程峰，对不起，原谅妈妈吧，妈妈真的太饿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如鬼魅般的身影从角落里挪了出来。他竟然还活着。我现在只跟哥哥好，只有哥哥才是我最亲的亲人。妈妈浑身一僵，仿佛最后一丝生气被抽干。弟弟无视她，扶着墙挪到阳台边，对我露出一个讨好又扭曲的笑。哥，终于等到你现身了，这次给我点吃的吧，我以后给你当小狗，你让我咬谁我咬谁。哥哥，给我点吃的吧。看着他这副尊容，我只觉得悲哀。
你爸没了，你知道吗？哥哥以前是我不对，以后咱哥俩好好处，我绝对会乖乖听你话的。你只懂我绝对不往心。哥哥，给我点吃的吧。听到这句话，瘫在地上的妈妈突然停止了哭泣，她抬起头，直直盯着弟弟，眼中最后一点光亮熄灭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疯狂的决绝。不是人，不是人，从头到尾都不该爱你的。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下辈子别做家人了。翻过护栏的那一刻，妈妈的脸上竟然露出了一丝解脱的微笑。世界安静了。半个月后，雨停了，久违的阳光刺破云层，洒在满目疮痍的城市上。直升机的轰鸣声响彻天际，救援队来了。我打开了那扇尘封了2个月的防盗门。赵大爷、王婶抱着婴儿的秦老师都站在门口，大家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半年后，洪水退去的城市重建。作为唯一的继承人，我继承了那栋已经泡过水但修缮一新的别墅，还有父母留下的巨额保险金。我养了一只金毛，取名叫做雨生。我坐在别墅的草坪上，扔出飞盘，雨生欢快地追了出去。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，没有任何寒冷，也没有任何饥饿。